街市热闹非凡，小贩的叫卖声与孩童的嬉闹声此起彼伏。苏若明缓步穿行在熙攘的人群中，他微微抬头，望着前方热闹的戏台，轻声笑道：今日的街市可真是比平日更热闹些。这时，一阵慌乱的脚步声打破了他的思绪。只见一名衣衫褴褛的少年仓皇地冲过人群，惊扰了小贩的摊位，水果滚了一地。几个面色阴沉的壮汉紧随其后，目光如鹰隼般锁定少年。苏若明的眉头轻皱，心中闪过疑惑，这少年看起来不过14、15岁，怎会有人穷追不舍？少年惊慌失措，跌跌撞撞地跑进一条狭窄的巷子。苏若明本不想多管闲事，但听到巷子中传来少年的求救声时，他的脚步顿了毒，咬了咬牙，他决定走进巷子一探究竟。巷子深处，少年已被几名壮汉堵住，背靠墙壁，眼中满是惊恐。为首的一人冷声喝道：交出东西，我们可以饶你一命。少年颤抖着说道：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为首的壮汉冷笑一声，举起拳头正欲挥下。就在此时，一个清冷的声音响起：光天化日之下欺负小孩，当真不怕官府吗？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苏若明手持一柄纸伞，眉眼间虽带着笑意，眼中却透着冷意。为首的壮汉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冷哼道：不知死活的丫头，滚远点，别多管闲事。苏若明轻轻摇头，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我若偏要多管呢？话音未落，他手中的纸伞陡然打开，瞬间挡住了壮汉的攻击。随即，他脚步轻快地向前一跃，用伞尖拨开了壮汉的匕首，顺势将少年拉到自己身后。少年满脸感激，低声道：姐姐，谢谢你。苏若明侧过头，轻声说道：别怕，站在我身后就好。壮汉见此情形，怒喝一声：兄弟们，上！苏若明冷静应对，凭借敏捷的身手与智慧，成功拖住了壮汉们的攻势。就在局势愈发紧张之际，一声威严的呵斥响彻巷子：住手！几名身穿内卫府制服的士兵迅速冲入巷子，为首的一人正是楚墨尘。他目光如炬，快速扫视了一眼现场，随即将目光锁定在苏若明身上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楚墨尘低声问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警惕。苏若明放下纸伞，淡然回应：几个不法之徒追杀这位少年，我只是路见不平，出手相助。楚墨尘皱了皱眉，目光转向少年，冷声道：他们为何追你？少年支支吾吾，似乎不敢说实话。楚墨尘冷笑一声，命令士兵将壮汉们押走，随即对苏若明说道：这件事并不简单，你既然参与其中，便随我一同回内卫府调查。苏若明微微一怔，但很快冷静下来，轻声说道：好，既然要查，那便查个清楚。内卫府的大厅内，苏若明端坐在桌旁，面对楚墨尘与数名内卫府官员的审问：你是何人？为何出现在案发现场？楚墨尘目光如电，直视苏若明。苏若明从容不迫地答道：我名苏若明，书院学生，今日偶然路过，见少年遇险，便出手相助，并无其他用意。你可知这少年身上牵涉何事？楚墨尘逼问。苏若明淡然回应：我不知他身上牵涉何事，但献威救人，乃我本分。若这也有罪，那我无话可说。楚墨尘微微挑眉，对他的冷静与机智感到意外。他转身吩咐下属道：将少年带来，查明真相。不多时，少年被带进大厅，他低着头，不敢直视众人，
楚墨尘语气威严，说吧，你为何被追杀？若敢隐瞒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少年颤抖着回答，小人只是偷听了一些不该听的话，那些人说要杀我灭口。苏若明看向少年，眉头微蹙，什么话？少年小声说道，他们提到皇宫里有人想要造反。此言一出，大厅内一片惊愕，楚墨尘的神情瞬间冷峻，他望向苏若明，沉声说道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已卷入其中，便无法全身而退。苏若明微微一笑，若是为了匡扶正义，何惧深陷其中？楚墨尘闻言，眼中掠过一丝赞赏，但很快恢复冷漠。他命人将少年安置好，并安排人手继续追查背后的阴谋。大厅内的气氛逐渐平静，但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。苏若明在内卫府的临时住处内，眼神略带探寻地望着眼前的简朴陈设，外面传来内卫府官兵训练的呐喊声。这样的地方与他平日书院的幽静截然不同。他微微叹了口气，自语道，这内卫府果然不简单。门外传来轻敲声，一名内卫府士兵恭敬地说道，苏姑娘大统领请您过去。苏若明挑眉，心中掠过一丝不解，但还是整了整衣衫，随士兵来到内卫府大厅。大厅内，楚墨尘正伏案阅览着手中的卷宗，烛光映在他俊朗的侧脸上，增添几分冷峻之色。见苏若明进来，他抬头，目光如炬地扫过他。苏姑娘昨夜可休息得好？楚墨尘语气虽然平静，但隐藏着一丝试探。多谢大统领关心，内卫府的照顾令人感激。苏若明微微一笑，回应的体又不失礼数。楚墨尘合上卷宗，双手交叉在桌上，直视他道，有件事还需向姑娘询问。昨夜在巷中，你与那少年一同被追杀。据我们的初步调查，那些人隶属于一个秘密组织，而这组织极可能与朝廷内部某些人有勾结。苏若明闻言，心头微震，但脸上依旧保持镇定。我不过是偶然路过，对其中缘由一无所知。楚墨尘盯着他片刻，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，像是在衡量他的真实性。也许是巧合，他语气平静地说道，但内卫府办案向来需要每个细节都不留遗漏，为保证姑娘的安全，请您暂时留在内卫府。苏若明愣了一瞬，随即微微一笑，带着几分揶揄道，大统领这是担心我的安危，还是怀疑我的清白？楚墨尘不置可否，淡淡道，二者皆有。苏若明正欲再说，却听到不远处传来争执声。我早说过，那些贼人必然与工部尚书有关。一名内卫府官员大声道，且慢下定论。另一人语气低沉，若此事牵涉到尚书大人，须有确凿证据，切莫误伤无辜。这些话正好被苏若明听在耳中，他心中蓦然闪过一丝疑问，工部尚书这样一位朝廷重臣，怎会与暗杀事件有关？楚墨尘察觉到他的表情变化，低声道，这里的每一句话都是你不得外传的机密。苏若明回神，笑道，大统领多虑了，我只是各书院学生，怎会涉足朝廷秘辛？是否多虑，还得看日后观察。楚墨尘淡淡说道，随即转身吩咐道，从今日起，苏姑娘留在内卫府担任文书书吏，协助整理卷宗。苏若明微微一怔，反问，大统领确定让我这样的外人参与内卫府事务？楚墨尘不动声色，回应的云淡风轻，既然姑娘说自己清白，那就用行动证明。苏若明听出他言语中的试探意味，心中一笑，表面却不露痕迹。既如此，那便恭敬不如从命。内卫府书房内，
苏若明翻阅着一卷陈旧的文书，试图从繁杂的记录中理出头绪。就在此时，他注意到一份名为京畿商贾往来名册的卷宗，上面记载着最近频繁进出的几位富商，与某些高官之间似乎有密切往来。他的目光凝聚，心中若有所思。这些人中，有一位竟然与工部尚书的族人同名。正在这时，楚墨尘推门而入，见他手持名册，问道：“发现了什么？”苏若明不动声色，将卷宗合上，淡然道：“只是些无关紧要的商贾记录，大统领何须过问？”楚墨尘走近，目光深邃地注视着他。内卫府的每一份卷宗都可能牵涉重大机密，你的每一句话，我都会记住。苏若明轻笑一声，既如此，大统领可要留意了，我的话可不少。两人言语交锋间，气氛中带着微妙的张力。楚墨尘转身离去，却在门口停下，语带深意的道：“苏姑娘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看你，包括我。”苏若明抬眼望去，目送他的背影离开，目光中透出一丝坚定。夜深人静，苏若明躺在内卫府的榻上，脑海中反复回想白日听到的争论与卷宗中的名字。他轻声呢喃：“这内卫府远比我想象的更加复杂。而楚墨尘，他究竟信我，还是不信我？”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天边，映照住他若有所思的面容。而在府邸的另一处，楚墨尘站在窗前，手中拿着一卷书院的记录，低声说道：“苏若明，你的身世恐怕并不简单。内卫府的夜色静谧，但暗流涌动的阴谋正悄然逼近。那卫府的大厅内气氛凝重，案牍堆积如山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楚墨尘手中的一封密函上。宫中昨夜发生窃案，失窃之物极为重要，可能牵涉国之机密。”楚墨尘将信件轻放在桌上，目光扫过众人：“各位可有对策？”一名副手躬身回答：“大统领，内卫府已封锁现场，但尚未发现有力线索。”楚墨尘的眉头微蹙，他转向众人道：“内卫府向来以效率著称，这次若不能迅速破案，恐怕会被人耻笑。”这时，站在一旁的苏若明忽然开口：“大统领，若允许，我愿意试。”他的话音刚落，场内顿时一片哗然。一名内卫府官员冷笑着说：“苏姑娘，破案可不是书院中的考试，这样的事情岂是你能随意插手的？”苏若明淡然一笑：“是否能行，总要试过才知。”楚墨尘凝视着他，片刻后微微点头：“好，那就由苏姑娘随我一同前往。”案发地点在皇宫偏殿，整个现场被层层警戒，偏殿内的摆设丝毫未动，但气氛却透着一丝诡异。苏若明紧跟在楚墨尘身后，目光迅速扫过整个房间。昨夜有人闯入，目标直指这处密柜。楚墨尘指向一旁被撬开的暗格，但奇怪的是，其他贵重物品分毫未动。苏若明蹲下查看密柜，指尖轻轻划过锁扣的痕迹，低声道：“这锁被撬得极为精巧，行事之人应该十分熟悉此处机关。”他起身走向窗边，手指轻触窗框，随即回头道：“此处并无攀爬痕迹，说明窃贼是从正门进来的。”一名内卫府官员不屑地说：“这还用你说？所有证据早已显示窃贼从正门入内。”苏若明却不理会他的嘲讽，继续观察着周围的一切。他的目光停在了桌上的一杯凉茶上，眉头微蹙：“这茶水为何未被动过？”他低声问。楚墨尘走到他身旁，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顿时若有所思。窃贼进来后，时间充裕到足以撬开密柜，却不触碰任何其他物品，连茶都不曾喝一口。
苏若明轻声补充，或许是因为此人根本不需要时间。众人愕然，楚墨尘目光微闪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苏若明指向密柜，锁扣的撬痕不深，说明窃贼对机关极为熟悉，加之正门入内，未惊动守卫，此人多半是宫内熟人。楚墨尘闻言，深邃的目光落在苏若明身上，颇为赞许。几名内卫府士兵奉命将偏殿内的侍从逐一带来审问，苏若明站在一旁，静静观察每个人的神情。当一名侍从神色慌乱地回答问题时，他忽然出声：“大统领，可否让我问几句？”楚墨尘点头示意。苏若明走进那名侍从，目光如炬：“昨夜你值班时，是否听到什么异常声响？”他语气温和，却不容置疑。侍从低着头答道：“小人未听到什么。”苏若明轻笑一声：“是吗？那为何你袖口上有些许木屑？”此言一出，众人皆惊。那名侍从顿时脸色苍白，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。楚墨尘上前一步，冷声道：“木屑来自密柜，你到底与此事有何关联？”在众人压迫的目光下，侍从终于崩溃，跪地求饶：“小人只是被威胁，才不得不配合那人撬开密柜。”苏若明继续追问：“那人是谁？”侍从颤抖着回答：“是工部尚书的亲信。”案情逐渐清晰，但苏若明心中依旧有疑惑。回到内卫府后，他将自己的分析告诉楚墨尘。这起案件看似简单，但窃贼选择的时机过于巧妙，像是刻意安排的一场试探。苏若明说。楚墨尘沉思片刻，点头道：“你的观察力确实过人，这次行动证明你有协助内卫府的能力。”他停顿片刻，目光直视他：“但你的能力究竟从何而来？书院中是否真有教这般缜密思维的课程？”苏若明不卑不亢地回应：“大统领想知道的，恐怕不止于此吧。但无论如何，我只为匡扶正义而来。”楚墨尘闻言，勾起一抹笑意，希望如此。这一场窃案虽然告一段落，但背后的秘密才刚刚显露。苏若明的能力让众人刮目相看，同时也成为内卫府中瞩目的焦点，而他的真实身份更令楚墨尘心生疑虑。夜色深沉，内卫府的灯火却未曾熄灭，暗示着这座府邸内潜伏的暗潮涌动。苏若明低头整理着卷宗，眉间隐隐透着一丝不安。这批文书似乎有些奇怪，他手指划过纸页的边缘，发现几份文件的笔迹异常工整，与常见的书吏手笔截然不同。就在他沉思时，楚墨尘的声音在背后响起：“苏姑娘，还未休息？”苏若明抬头，见楚墨尘站在不远处，脸上带着一如既往的冷峻神色。这几份文件有些奇怪，他指着手中的卷宗，轻声道：“内容虽无异样，但字迹过于整齐，像是刻意模仿而成。”楚墨尘闻言，走近翻阅了一眼，目光微微一沉。这些文件涉及工部尚书的奏报内容，若真有问题，恐怕事态不小。苏若明抿了抿唇，低声补充：“我还发现，这几份文件的日期相隔甚近，似乎是急于补交的。”楚墨尘点了点头，刚要说话，忽然有士兵匆匆进来禀报：“大统领，宫中传来消息，说您与工部尚书勾结密会，已有奏折呈至皇上。”此言一出，楚墨尘脸色顿时冷若寒霜。次日，朝堂之上，元皇后亲自召见众臣，声称有人密报，指楚墨尘与工部尚书勾结，意图篡改边疆修筑的军资账目。内卫府一向是皇上的心腹重臣，若连这样的机构也被腐败侵蚀，如何维护国家安稳？
袁皇后的声音平静，却带着威严，直击人心。楚墨尘跪于殿前，面色如常，冷静回应：臣自问无愧于皇上，所谓的密报或许别有用心，请皇上明察。皇上沉吟片刻，转头问道：可有证据证明密报之虚实？袁皇后微微一笑：是亦是从，呈上一封奏折，此乃内卫府相关卷宗，皆由臣妾亲自核对，字迹与内卫府一致，绝无虚假。楚墨尘接过卷宗，目光微沉，心中掠过几分异样。在内卫府内，苏若明无意中听到几名内卫府书吏的窃窃私语。听说袁皇后派了人来检查我们的文书，这可不常见。可不是吗？那些奏折怎么会突然被挑出问题来？谁知道是不是有人动了手脚？苏若明心头一震，急忙找到楚墨尘的副手，低声道：请立即调取近日所有相关卷宗，重点核查那些由皇后检视过的文件。副手虽对苏若明的命令心存疑虑，但看他神色坚定，只得照办。几个时辰后，苏若明终于从一叠厚重的文件中找到一份特殊的卷宗。细看之下，他惊愕地发现，这份文件的印章与署名有明显的不符之处，这些是伪造的。他喃喃自语。苏若明决定将此发现亲自告诉楚墨尘，却在途中被一群黑衣人拦下。对方明显是为了夺取证据而来。苏姑娘，交出卷宗，我们保你平安。为首之人语气冰冷。苏若明将卷宗紧握在怀中，冷笑道：若我不交呢？话音未落，对方已经拔刀逼近。苏若明迅速后退，寻机突围，然而寡不敌众，他很快便被包围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一道低沉有力的声音响起：放下武器，否则格杀勿论。楚墨尘带着数名内卫府士兵出现在巷口，迅速将黑衣人围困。对方见势不妙，丢下烟雾弹，迅速撤离。楚墨尘扶起受伤的苏若明，目光复杂地看着他：你若有什么事，该立刻通知我。苏若明微微一笑，虽满身狼藉，却语气坚定：多谢大统领相救，但卷宗已经安全。回到内卫府后，楚墨尘检查了苏若明带回的卷宗，脸色凝重。袁皇后动用如此手段，恐怕不仅仅是想陷害我。他低声道。苏若明点头，此事牵涉甚广，若不尽快查明真相，只怕会有更大的危机。楚墨尘看着他，眼中多了一丝赞许。你做得很好，从今日起，我会让你参与更多内卫府的调查。苏若明轻轻一笑，却不曾放松警惕。他心中明白，袁皇后的真正目的，绝不仅是针对楚墨尘，背后还隐藏着更深的阴谋。内卫府的夜晚再次恢复平静，但每个人都知道，下一场风暴已然在路上。夜深，内卫府的书房内烛光微弱，苏若明安静地坐在书案前，翻阅着一卷厚重的旧案卷。这些档案是楚墨尘刚刚从府内密库调取的，标注住机密二字。他的目光被一份泛黄的卷宗吸引，标题上写着林家灭门案。苏若明怔了怔，手指轻轻划过标题，林家。他低声自语，脑海中闪过几个模糊的片段，心中骤然生出一丝不安。楚墨尘推门而入，见他神情凝重，便问道：发现了什么？苏若明抬起头，犹豫片刻后说：这林家灭门案，为何记录得如此详细？楚墨尘走到他身旁，俯身翻开卷宗的一页，淡淡的解释：10年前，林家因涉嫌私通敌国被满门抄斩，但据内卫府的记录，案中有不少疑点，至今未能完全查清。苏若明低下头，细细读着卷宗内容，当中提到林家曾为皇室的忠臣，
然而因被控与北疆叛军勾结，所有族人皆被处死。他的呼吸逐渐急促，忽然指着其中一段问道：“这名幼子林木然，他最后去了哪里？”楚墨尘眉头微蹙，低声说：“根据记录，林家灭门当日，林木然下落不明。有人说他已遇害，有人说他被秘密送往北疆，但始终没有确切的证据。”苏若明沉默许久，脑海中的片段愈发清晰。那是他幼时的记忆，破败的庭院，熊熊燃烧的烈焰，以及一张痛苦却坚毅的面容。这林家会不会与我？他的声音低如蚊鸣，却被楚墨尘听得清清楚楚。你与林家有何关系？他凝视着他，目光中带着试探与关切。苏若明抬起头，眼中多了几分复杂。我不确定，但有些记忆似乎与这卷宗中的描述相吻。第二日，楚墨尘亲自前往内卫府的密库，再次调取了与林家案相关的所有档案。这些记录陈旧而凌乱，似乎有人刻意隐瞒了什么。他一边翻阅，一边低声自语：林家忠心耿耿，突然间被指叛国，这其中必有蹊跷。他将几份关键文件整理出来，与苏若明一同核对。苏若明指着一份奏折说：这份档案中提到的证人，为何从未出庭？楚墨尘凝神片刻，冷声道：此人或许是虚构的，若证人不存在，那这场灭门案从一开始便是阴谋。苏若明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攥紧了卷宗，目光中满是复杂的情绪。若真是这样，林家究竟得罪了何人，才会落得如此下场？楚墨尘看着他，轻声道：答案或许已经很明显了。林家的忠诚让某些人感到威胁，他们的存在阻碍了某些人的野心。当夜，苏若明在内卫府的住处中翻来覆去，脑海中满是那些断断续续的记忆碎片。忽然，一阵微弱的响动惊醒了他，他迅速起身，看到窗外有几道黑影闪过。苏若明警觉地握紧手边的短剑，小心翼翼地靠近窗户。苏姑娘，请随我们走一趟。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，随即几名蒙面人破窗而入，将他团团围住。苏若明冷笑道：原来有人不希望我查下去。他迅速挥剑，与对方展开激烈的搏斗。然而对方人多势众，他渐渐不知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：住手！楚墨尘带着内卫府的士兵及时赶到，瞬间控制了局面。蒙面人见势不妙，仓皇逃窜。楚墨尘扶住微微喘息的苏若明，低声问道：可有受伤？苏若明摇了摇头，语气坚定：这些人明显是想阻止我们查明真相。楚墨尘点头：从今日起，我会加派人手保护你，但这案子你必须协助我查到底。7日后，楚墨尘再次召集内卫府的核心人员，将林家案的进展告诉众人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林家灭门的真正原因，很可能与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。他冷静地说道。苏若明在一旁静静地听着，内心却掀起了滔天巨浪。如果他的身世真与林家有关，那么他的存在是否也会成为某些人眼中的威胁？楚墨尘似乎察觉到他的异样，目光柔和了几分。苏若明，无论你的身份如何，只要你愿意，我楚墨尘必定护你周全。他抬起头，看着他眼中的坚定，微微一笑，轻声道：多谢大统领。但两人心中都明白，这只是风暴的开始，而真相的揭晓，或许将改变他们的命运。夜幕低垂，月光洒在蜿蜒的小道上，树影摇曳如鬼魅。楚墨尘与苏若明策马而行，身后跟随着一小队内卫府士兵。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前往郊外的一处密林。
调查最近频繁发生的货物劫掠案。据线人报告，这些劫匪不仅训练有素，甚至可能与朝中某些势力有牵连。楚墨尘平静的声音打破了寂静。这么说，这次行动恐怕不简单。苏若明目视前方，语气中带着几分凝重。楚墨尘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怎么？怕了？怕倒是不至于，只是觉得您大统领竟肯亲自涉险，这倒有些让人意外。苏若明嘴角带着一丝调侃。楚墨尘轻笑一声，内卫府办案，岂能只靠下属？若想知根知底，自然得亲自走一趟。苏若明暗自点头，对他的谨慎又多了几分赞赏。一行人来到密林深处，四周静谧的异常。楚墨尘挥手示意众人停下，低声道：“这里埋伏的可能性极大，大家提高警惕。”苏若明将手按在腰间的短剑上，目光迅速扫视着四周。他刚想开口，忽然听到一声尖锐的口哨声响起，紧接着四面八方射来的冷箭撕裂了寂静。伏击！楚墨尘拔剑出鞘，冷声喝道。内卫府的士兵迅速组成防御阵型，而苏若明则跃身到一棵大树后，躲避箭雨。苏若明，小心左侧！楚墨尘的声音传来，随即一道寒光划破夜空，击退了靠近他的敌人。多谢大统领关照。苏若明抽出短剑，转身与一名持刀的黑衣人交锋。他身手灵活，击招之间便将对方击倒。然而敌人数量众多，他渐渐感到力不从心。就在这时，楚墨尘迅速赶到他身边，以精湛的剑术将敌人悉数击退。两人背靠背站着，面对越来越多的敌人。这些人果然有备而来。苏若明喘着气，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。无妨，胜负还未可知。楚墨尘语气坚定，目光如炬。激战持续了大半个时辰，敌人的攻势终于渐渐减弱。楚墨尘见机不可失，带领众人展开反击，最终成功将黑衣人悉数击退。苏若明靠着树干，疲惫地擦去额头的汗水，望向站在不远处的楚墨尘。大统领，您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是累了。他调侃道。楚墨尘回头看着他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内卫府的训练，自然不容懈怠。倒是你，应该多加强些体能。苏若明轻哼一声，若不是我的短剑快，您恐怕早已被那些黑衣人包围了。两人相视一笑，紧张的气氛稍稍缓和。夜已深，营地的篝火划破了黑暗。楚墨尘与苏若明坐在火边，各自沉思。苏若明，今日一战，你表现得很好。楚墨尘打破沉默，语气中多了一丝柔和。苏若明抬头看向他，眼中带着几分自嘲，不过是勉强保住性命罢了，谈不上什么表现。楚墨尘目光深邃，低声道：能在生死关头保持冷静，已是难得，你比许多人都要坚韧。苏若明微微一怔，笑道：这倒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。两人沉默片刻，楚墨尘忽然问道：你为何选择留在内卫府？明明可以回到书院，过平静的生活。苏若明低下头，轻声道：或许是因为我想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。楚墨尘静静地看着他，目光中带着几分复杂。他明白这句话的背后，藏着他不愿轻易示人的伤痛与孤独。篝火渐渐熄灭，四周一片静谧。楚墨尘与苏若明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向夜空，繁星点点，映照在他们的眼中。大统领，您为何如此孤傲？苏若明忽然问道，语气中带着探寻。楚墨尘淡淡一笑，低声道：身居高位，许多时候不得不如此。信任他人，往往伴随着风险。那我呢？
苏若明侧过头看着他，目光清澈。楚墨尘一愣，随即转过头避开他的视线。你不同。苏若明嘴角微微上扬，没有再追问。两人之间的情感在这一夜悄然滋长，虽未直言，但眼神中的微妙情愫已经悄悄将他们的命运缠绕在一起。然而，他们都明白，这段情感若被揭开，或许会成为新的危机。晨光熹微，内卫府的大门前已聚集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。楚墨尘身着戎装，目光冷峻地站在队伍前，准备前往边疆平乱。苏若明站在廊下，静静地望着这一幕，心中有些不安。此去边疆，局势未明，大统领务必保重。他轻声道。楚墨尘转头看向他，眼中带着一丝柔和。京中的局势同样危险，你比我更需小心。苏若明微微一怔，随即笑道，内卫府的保护还算周全，您就放心吧。楚墨尘点点头，正欲上马，却又停下脚步，回头低声道，若有变故，务必通知我。苏若明轻轻颔首，目送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晨雾中。楚墨尘离开后的数日，京城风平浪静，然而苏若明心中却隐隐觉得这种平静只是一种假象。一日，苏若明在内卫府中整理卷宗，忽然接到通报，云昭公主请苏姑娘前往皇宫商讨要事。她眉头微蹙，心中掠过一丝警惕，但仍然准备妥当。随侍卫进宫，云昭公主的殿内香气氤氲，华美的装饰让整个空间显得格外压抑。云昭公主端坐在主位上，笑意盈盈地看着苏若明。苏姑娘，近日可还安好？云昭公主语气温和，但目光中透着一丝审视。多谢公主关心。尚可。苏若明神色如常，语气平静。云昭公主轻轻拍了拍手，一名侍女捧着一卷画轴走上前来，递给苏若明。苏姑娘，不妨看看这是什么？云昭公主嘴角含笑。苏若明接过画轴，打开后瞳孔骤然收缩，画中是一对夫妇的肖像，那张面容竟与他模糊的记忆相符。这是……苏若明努力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。云昭公主轻声道，这是10年前林家的主母与幼子的画像。据我所知，苏姑娘的身世似乎与林家有些关联。苏若明紧握画轴，心中翻涌着惊涛骇浪。公主的意思是？她抬头，语气中带着试探。云昭公主笑容更深，林家的灭门案可是个敏感的话题，若将此事公之于众，不知楚大统领会有何反应？苏若明心下一沉，云昭公主这明显是想利用她的身世作为筹码。回到内卫府后，苏若明召集了几名可信的内卫府成员，将云昭公主的举动告知他们。云昭公主手握林家灭门案的相关证据，显然是想借此威胁楚大统领。苏若明冷静地说。一名内卫府官员问道，那我们该如何应对？苏若明目光坚定，首先，我们要查清公主手中证据的来源，确保其真实性。其次，防止她利用这些证据扩大影响。众人齐声应是，迅速行动起来。数日后，云昭公主再次召见苏若明，这一次的语气更加强硬。苏姑娘，我知道你在调查我。她语气淡然，却带着威胁。苏若明面不改色，回应道，公主多心了，我只是想查清当年的真相。云昭公主轻笑一声，轻轻鼓掌。真相，真相有时候是最伤人的利刃。苏姑娘，听我一句劝，莫要与我为敌。苏若明直视她的双眼，毫不退让。若公主心中无鬼，又何必如此紧张？云昭公主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，语气变得冰冷。
好一句嘴硬的苏姑娘！但你要明白，没有楚墨尘在，你不过是只随时可被捏死的蝼蚁。就在苏若明陷入危机时，边疆的叛乱忽然平息，楚墨尘带兵归来。当他听闻云昭公主的行径后，迅速召集内卫府的高层，布置对策。云昭公主的势力根深蒂固，不能轻举妄动，但他敢对苏若明出手，显然是低估了我们。楚墨尘冷声道。当夜，他亲自来到苏若明的住处，看到他憔悴的面容，心中涌起一丝心疼。大统领回来了。苏若明勉强一笑，让你受苦了。楚墨尘低声说，语气中透着歉意。苏若明摇头，我没事，只是公主那边，交给我。楚墨尘的声音坚定，让他不由自主地放下了心。虽然危机暂时解除，但苏若明明白，云昭公主绝不会善罢甘休，而她的身世也成为这场斗争中一个无法忽视的隐患。夜深人静时，楚墨尘站在窗前，凝视住远方，低声自语，若这场风波无法平息，我又该如何保护她？而在另一处，苏若明捧着那幅画像，心中充满了矛盾与疑问。如果我是林家遗孤，那我的存在究竟会改变什么？京中风云未定，一场更大的危机正悄然酝酿。夜色浓重，内卫府的书房内烛光微弱，苏若明伏案翻阅着一卷卷旧案纵，眉头紧锁。这些档案是楚墨尘特意交给他的，里面记录了许多朝堂内部的秘辛。袁皇后，他低声念着这个名字，目光凝聚在一段模糊的记录上。那是10年前林家灭门案中的一段描述，提到一位高位者的暗中指使。虽然名字被刻意删去，但从蛛丝马迹中，苏若明已隐隐猜到答案。忽然，他的手停在一封书信上，这是一封袁皇后与某位朝臣之间的密函，信中隐约提及林家灭门案的细节。果然是他，苏若明心中一震，连忙将书信藏好。这时，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苏若明警觉地收起书信，目光如炬地盯着门口。苏姑娘，是我。楚墨尘的声音响起，带着一贯的沉稳。苏若明松了口气，走上前开门。怎么这么晚还不休息？楚墨尘皱眉，语气中带着几分关心。我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。苏若明低声说，将书信递给他。楚墨尘接过书信，仔细阅读，目光越发冷峻。若这封信是真的，袁皇后与林家灭门案的关系就坐实了。苏若明点头。不仅如此，云昭公主也牵涉其中。这些年来，她在朝堂上的势力不断扩大，恐怕早已成为袁皇后的一大助力。楚墨尘沉思片刻，目光转向苏若明。接下来的行动会更加危险，你可做好了准备？苏若明直视他的眼睛，语气坚定。若能为林家昭雪，哪怕粉身碎骨，也无怨无悔。翌日，楚墨尘召集内卫府的核心成员，将苏若明发现的证据展示给众人。这些书信与档案证明，林家灭门案并非叛国之罪，而是被人陷害。楚墨尘语气冰冷，目光扫过众人。若真如此，那袁皇后岂不是？一名副手震惊地开口，话音未落便被楚墨尘的冷眼制止。此事非同小可，我需要各位的全力配合。楚墨尘说道，随即布置了行动计划。苏若明在一旁静静听着，心中却充满了不安。他明白，一旦计划失败，他们所有人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数日后，内卫府的行动开始了。楚墨尘亲自带领人手，突袭了云昭公主的一处秘密宅邸，发现了大量与林家灭门案有关的档案和物品。这些东西足以证明云昭公主的参与。苏若明翻看着一份清单，
语气中带着冷意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准备将这些证据送交皇上时，元皇后突然在朝堂上发难，指责楚墨尘撕掉宫中档案，意图陷害皇室。朝堂上，元皇后身着华服，神态端庄，语气中却带着杀意。楚大统领身为内卫府之首，却如此滥用权力。皇上，此人不可留。皇上皱眉，目光在楚墨尘与元皇后之间来回徘徊。楚墨尘不卑不亢，跪地拱手道：皇上，微臣所有行动皆有据可查，绝无半点私心，若有不实，愿以性命担保。苏若明站在朝堂外，听到里面的争辩，握紧了拳头，暗自下定决心。在内卫府的全力配合下，苏若明冒险将关键证据带入朝堂。当他呈上那封密信与一系列物证时，朝堂上瞬间一片死寂。这些证据证明，林家灭门案乃是元皇后与云昭公主一手策划，目的在于清除异己，壮大自身势力。苏若明声音清晰，目光如炬。元皇后脸色大变，正欲辩解，却被楚墨尘冷声打断：皇后娘娘，若证据不实，请您解释这些物品的来源。皇上的目光冷冷地落在元皇后身上，最终低声道：来人，将皇后软禁，彻查此事。朝堂上下无人敢发一语，只有楚墨尘与苏若明对视一眼，心中同时松了一口气。然而，苏若明明白，这仅仅是第一步，元皇后背后的势力并未完全瓦解，而他与楚墨尘的关系也因这场事件而变得更加微妙。夜深时分，楚墨尘站在内卫府的庭院中，望着月光下的苏若明，低声问道：接下来，你打算如何？苏若明回过头，轻声道：真相已经浮现，但我要的不是一个结果，而是彻底改变这个朝堂的黑暗。楚墨尘的目光深邃，带着一丝赞许。若是如此，我会陪你走下去。他们明白，这仅仅是风暴的开始，而接下来的道路将更加险峻。朝阳初升，那魏府的大堂内气氛却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楚墨尘站在地图前，目光冷峻，手指划过京城与皇宫的几处要地。今晚就是最好的时机，他低声道，目光扫过在场的副手与苏若明，一切行动必须分秒不差，否则将功亏一篑。苏若明站在他的身侧，手中握着一份密信，眉头微蹙。这次行动分两步。楚墨尘的声音低沉有力。第一，我会在朝堂上引诱元皇后与云昭公主露出破绽。第二，苏若明，你需要潜入皇宫密库，取出元皇后与叛党之间的往来信件。苏若明抬头，与他对视，语气坚定。交给我。楚墨尘的目光闪过一丝复杂，但很快恢复冷静。记住，密库的防守异常森严，一旦遇险，切勿恋战。他的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。夜幕降临，苏若明身着夜行衣，轻盈地翻过宫墙，躲避了巡逻的禁军后，迅速潜入密库所在的偏殿。他躲在暗处，仔细观察着周围的情况。密库外有4名禁军把守，还有不断巡逻的士兵，果然是戒备森严。他低声自语，心中暗暗盘算。就在此时，他注意到一名侍女端着茶盘从偏殿走出。苏若明灵机一动，迅速换上侍女的衣服，低头端着茶盘走向密库。站住！一名禁军拦住他，目光警惕。这是公主殿下吩咐送来的夜茶。苏若明压低声音，故作恭敬。禁军打量了他片刻，终于点头放行。他顺利进入密库，迅速找到了一排密档柜。在微弱的烛光下，他仔细搜寻，
终于发现了一封盖着元皇后印章的书信。就是这个，他心中一喜，正欲离开，却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。密库内有人，快搜！苏若明咬紧牙关，迅速躲入一个暗格中，屏住呼吸。禁军进入密库，四处搜寻，片刻后似乎没有发现异常，才逐渐退去。待周围恢复安静，苏若明迅速离开密库，沿原路返回内卫府。翌日，朝堂之上，元皇后端坐在皇后之位，神色如常。云昭公主则站在她身旁，眼中闪过一丝得意。楚墨尘站在殿中，拱手道：“皇上，微臣有重要证据呈上，与林家灭门案及近日的内乱有关。”元皇后的神色微微一变，但很快恢复平静。哦，皇上的目光透着几分疑惑。呈上来。楚墨尘递上书信，语气坚定。这些书信证明，元皇后与云昭公主长期私通朝中叛党，甚至策划陷害忠良。元皇后冷笑一声：“楚大统领，你这是诬陷，本宫从未与叛党有任何来往。”就在此时，苏若明从朝堂外步入，手中拿着从密库取回的关键证据。皇上，这是微臣昨夜从皇宫密库中取回的信件，请过目。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却如惊雷般在朝堂上炸开。皇上翻阅信件，脸色骤变，厉声道：“来人，将皇后与云昭公主拿下！”元皇后惊怒交加，站起身怒道：“皇上，这是楚墨尘与苏若明设下的陷阱，您不能信他们。”皇上冷冷地看着他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元皇后最终被废位数人，云昭公主被逐出皇室，内乱暂时平息。然而，楚墨尘与苏若明的心中却充满了矛盾。夜深，内卫府的庭院中，楚墨尘站在石阶上，望着天边的明月。苏若明轻轻走上前，打破沉默：“此事已了，接下来你有何打算？”楚墨尘沉默片刻，低声道：“朝局未稳，我的责任还未结束，而你或许应该离开这是非之地。”苏若明的目光微微一颤，却轻笑道：“若这里需要我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？”楚墨尘回头看着他，目光中带着复杂的情感。苏若明，无论将来如何，你我并肩的日子，我永不后悔。两人相视而笑，却又明白，前方的路依旧充满了未知的挑战。京城恢复了短暂的平静，但真正的风暴或许才刚刚开始。晨曦出现，内卫府的大门前，楚墨尘身着便服，手中携着一卷书信。他缓步走向大堂，众多内卫府官员齐聚于此，神情复杂地望着他。从今日起，我不再是内卫府的大统领。楚墨尘语气平静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人。未来的责任将交由各位承担，希望你们能够维护大魏的安定。副手张成不禁上前一步，低声道：“大统领，您一手建立内卫府的威名，怎能如此轻易离开？”楚墨尘微微一笑，目光中带着一丝淡然。世间事无不有终，我的使命已完成，是时候将这份责任交给更合适的人。他将手中的书信交给张成，轻声道：“这是我最后的建议，按照这些布置，内卫府会更加稳固。”众人默然，目送楚墨尘转身离开。他的背影笔直而坚定，如同他一贯的风格，无人能改。在离开内卫府后的第二日，楚墨尘与苏若明一同来到城外的青山村。这是一处依山傍水的小村庄，远离京城的喧嚣。苏若明站在一片碧绿的田野间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。这里真安静，他轻声说道，与京城完全不同。
楚墨尘微微颔首，目光柔和地看着他。这就是我选择这里的原因，远离纷争，我们可以过些平静的日子。苏若明侧过头，目光闪烁。可你真能放下内卫府的一切吗？那些日夜并肩作战的时光，你不会怀念？楚墨尘沉思片刻，低声道：怀念，但我更想守护现在的你。过去的纷争，我已不再留恋。苏若明的眼眶微微一热，低下头轻声应道：多谢。几日后，一位意料之外的访客来到了青山村。他是一名内卫府的书吏，手中携带着一份厚厚的卷宗。苏姑娘，这是内卫府查明的林家灭门案的最后结果。书吏将卷宗递给他，随即恭敬地退下。苏若明手指微颤，翻开卷宗，里面记录着他早已猜到却不愿直面的事实。她正是林家当年的遗孤，而元皇后与云昭公主正是当年一手策划灭门的幕后黑手。终于清楚了。他合上卷宗，目光复杂地望向远处的青山。楚墨尘从屋内走出，看到他手中的卷宗，低声问道：你打算如何处理？苏若明沉默片刻，语气平静却坚定：林家的仇已报，我不想再被过去的恨意束缚。与其沉溺于复仇，我更想珍惜眼前的生活。楚墨尘点头，目光中带着一丝欣慰。这是你的选择，我尊重你。时光如流水，青山村的生活平静而恬淡。苏若明每日在田间忙碌，楚墨尘则翻阅古籍，偶尔指导村中的孩子读书写字。一日黄昏，两人并肩坐在屋外的石阶上，望住天边的晚霞。这样的日子，真的能长久吗？苏若明轻声问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忧虑。楚墨尘看向他，目光坚定。纷争虽未完全远离，但只要我们心中有平静，便能守住这片安宁。苏若明轻笑了一声，将头靠在他的肩膀上。有你在，我便不怕。楚墨尘低头看着他，眼中满是温柔。无论将来如何，我都会与你携手同行。虽然朝廷的风波暂时平息，但楚墨尘与苏若明心中明白，真正的平静需要更多的努力去守护。然而，他们选择将过去的纷争抛在身后，珍惜当下的每一刻。远处，村中的孩子们嬉笑奔跑，炊烟袅袅升起，整个青山村沉浸在一片祥和之中。